近来，美国打台湾牌的频率与力度日益加强，尤其是拉拢其盟友。今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访美前妄称所谓台湾问题是全球性问题。访美期间，美韩联合声明中又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郭正亮指出，韩方没有任何理由故意挑起事端。因为尹锡悦的民调实在太低了啊！尹锡悦民调在他访美之前跌到了27%啊。那他就想到说，因为韩国的基本上亲美派大概有40%，这历来的选举都是如此啊。所以我认为他一面倒向美国是一种救民调的策略了。那可是他要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多的啦，因为韩国基本上没有理由要去跟中国对抗了，因为6方会谈要处理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就是关键力量之一了，那另外一个是他在中国的投资，还有贸易啊，那贸易都是第一大伙伴了啊，你也跳不过去了。我认为尹锡悦是不了解韩国的经济状态了啊，因为三星跟这个 SK 海力士在中国投资的规模远远超过台积电了，远远超过啊，台积电在南京的投资啊。只有占台积电营收不到10%，可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分别在西安还有无锡的投资啊，它的营收大概各占40%啊，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啊。分析认为，美国背后施压日韩和解，意欲以更大力度和决心打造美日韩铁三角，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埋下重大隐患。但与此同时，日韩双方关系症结未消，岛屿主权争端、历史遗留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美日韩质变为正式的三边军事联盟，恐需时日。尹锡悦为了要拉拢美国，甚至还包括拉拢日本啊，那这个后遗症更大。因为韩国的抗日的情绪是远远超过台湾啊，还有他对那个抗日的历史啊，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了啊。我认为这个后续都会引起一些困难，所以我并不认为他可以维持目前的这种一面倒向美国的路线能够支持多久了。我认为只是暂时的，因为韩国总统只能当一任。所以他并没有改选的问题。郭正亮观察认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更加值得警惕。作为今年7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日本大力拉拢域外势力干涉台海事务，甚至蓄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挂钩，借此渲染中国威胁，为加速扩充军力、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目标找借口。日本因为安保2.0已经公布了嘛，他就是要配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啊。然后要把国防预算从 GDP 的1% 提升到2%啊，中国大陆一定会去注意日本会部署哪些武器了啊，比如说他最近从美国买进来的这个长程飞弹啊，长程导弹就是战斧飞弹啊，那射程就超过1000公里啊，400枚，那接下来他自己要制造1000枚飞弹。他30重工要自己做啊，就是说，日本真的充满焦虑感了，他觉得中国就是要崛起吧啊，虽然中国的 GDP 已经是日本的3.5倍，可是他就是心里不服了，所以他就觉得他要想办法这个要拉自己最后一把啊，有点这个味道了，可是我认为他终究是不会成功的了啊，可是。问题就是他现在就在这个路上啊，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常常在重大的战略选择的时候做错选择，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啊。美政客叫嚣炸毁台积电的言论，让岛内民众意识到，当台湾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后，棋子终将沦为弃子。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日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指出，理论上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制造芯片是可行的，但大陆市场是无法被取代的。他坦言，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已经让英伟达被绑手绑脚，无法在英伟达的一大市场上销售先进芯片。
日前，英伟达股价大幅上涨，市值一度突破$10,000,000，成为首家市值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芯片企业。其市值排名仅次于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根据英伟达的年度报告，截至今年1月，该公司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市场销售额超过其营业额的1/5。所以，因为黄仁勋这个人讲话比较直率啦，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这样搞就是绑手绑脚啦，让这个 NVIDIA 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然后他讲了一句大白话，他说：“中国市场只有一个，没有办法替代啊。那制造不一定要放在台湾，可是销售必然要放在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半导体的整个销售是占全世界的1/3，而且还在成长当中啊。我认为未来它的市占率可能会超过40%。你不能卖中国，你就少掉了1/3的市场，这个是很现实的嘛。所以，我认为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会向美国政府施压了，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制裁是去年10月21号开始的啊，那陆续的阵痛会越来越严重。第一季财报出来了嘛，就已经发现损失，像这个高通就说它损失了将近20%。那第二季也更要出来了，我相信第二季损失更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嘛。你等于是伤敌1万，伤自己也，我认为也伤6000以上。